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军重试空海一体战，能挽回其在台海惨胜的结局吗？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兵棋推演呢，在美国军事研究领域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的。这次推演虽然为解放军设置的条件十分苛刻，但结果仍然是美军要付出2艘航母和几百架战斗机的代价，才能够惨胜。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驻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福格上将坐不住了。他虽然早就退休，但一直很活跃。他提出美国军方应该重试当年的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论，因为这个是能够对付解放军的有效战法。是这么回事吗？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空海一体战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当年他的提出就是针对在西太平洋和中国的对抗。为什么在西太平洋呢要特意提出一个空海一体战呢？这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海上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样的对手。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美国海军基本上是一边倒，他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海战，因为对手很弱小，靠美国海军自身的对岸打击力量，特别是靠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飞机，就足以压制绝大多数对手了。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海空力量、导弹力量的迅猛的发展，美国军方发现在西太平洋地区会正式的面临一场同旗鼓相当的对手进行决战的可能性。特别是解放军海军正式装备航母以后，美国海军不得不正视未来在亚太地区作战面临的困境和危险。如今的中国造船工业的造舰速度比美国要快得多，每年向解放军交付的驱逐舰、护卫舰比美国要多不少。虽然美军现在还拥有总吨位上的优势或航母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因为美国船舶工业的严重的衰退，加上美国海军多数战舰的老龄化问题严重，此消彼长之下，美国海军完全没有了胜算。特别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美国海军所能够集结和投入战场的作战舰艇的数量并不是很多。美国军方在2009年底呢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中心思想是要把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空军和海军紧密的结合起来，分6大步骤对中国进行打击。从实际运用来看，福格认为海空一体战呢，在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奥德赛黎明行动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法国、英国实施了压制对方防空，从空中或海上实施远程精确打击、跨军种的网络中心战等等战法，成功的在利比亚上空呢建立了禁飞区。福格之所以对奥德赛黎明行动大吹特吹，是因为他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担任了海军攻击部队的主官。但是很明显，中国不是利比亚，利比亚的国防体系和中国没有任何可比性。美国海空军的联合行动在欺负弱小国家的时候或许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在中国面前，有可能在1-2千公里开外就会遭到迎头痛击。解放军呢，如今建立起了反进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让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都很难接近中国的海岸线。2022年，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公开承认，中国在陆地地区和海岸550公里范围内拥有强大的一体化的防空体系，大量的部署了预警雷达网络、制空战斗机和各种地空导弹系统。这是空海一体战呢被放弃、被打入冷宫的主要原因。但是福格认为，任何防线呢都不是没有缺口的，都不是铁板一块。解放军要想维持防线，就需要动用雷达、侦察机和卫星，对第一岛链以西的洋面做不间断的监视。那只要破坏了这个监视体系，解放军的防线就会出现缺口，然后呢，美国的海空军就可以一拥而上，就可以运用空海一体战理论打败解放军。这就是福格建议美军把空海一体战概念重新捡回来的理论依据。那至于怎么打开这个缺口，福格将军呢却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仅仅是说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但美国联合部队可以击败中国的海上长城。福格将军的信口开河啊，给人的感觉好比是一群老鼠在讨论怎么样的给猫脖子上挂铃铛，谁去挂怎么挂不知道。真心希望美国的退役将军们呢严肃点，别给太平洋战区美军的这些已经六神无主的指挥官们乱出主意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